上一期节目里本虎和大家聊了聊美军为了能击败解放军而专门提出的所谓10项新战术的事儿。在这10项新战术的最后面有这么2项非常值得关注，分别是第9项摧毁中国战略核反击力量和第10项对中国进行去工业化和去军事化。这2项内容引起了很多粉丝朋友的关注，纷纷留言：美国人是疯了吗？为了打个台湾，这想跟中国打核大战的节奏啊！正巧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本虎今天就来给大家盘道美国人这个以核护台的葫芦里，他卖的到底是个什么样？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在背后拱火，最终成功挑起战争的美国，作为始作俑者，不但借此机会大肆捞取利益，赚得盆满钵满，在军事上还借此机会对老对手俄罗斯的实力展开了评估和研究。尽管俄军的表现确实差强人意，但美军评估的结果是现阶段依旧不建议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即便是不考虑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也仍然没有在损失可被接受的范围内去打赢俄罗斯的实力。这就是美军通过俄乌冲突研究得出的结果。执着于研究并分析对手的美国人手头有了切实可靠的俄军战力模型，并将其拿来和同为美军研究结论的解放军战力模型做了一番系统性对比，而结果却是美国人不愿看到的。一番详细对比下来，美军发现解放军在常规战力上早已超过俄军10倍。这并非是故意危言耸听，或者是美国人鼓吹中国威胁论。单看装备数量上的对比，中国空军的战术机对其总规模已经是俄空天军的3倍有余，先进4代班战机数量超出俄空天军5倍左右。陆军方面，解放军远程火炮数量是俄军的整整13倍，各型信息化、数字化、指挥自动化、合成旅建设速度远在俄军之上。海军方面就更不用提了，除了俄军向来引以为傲的核潜艇还保持着最后的优势，俄海军在其余所有方面均已被中国海军甩在身后。1年建成的水面舰艇总吨位不足中国1个月的产量。全俄罗斯海军的水面舰艇相加不及中国一个战区海军的主力舰队实力，这就是现如今中俄2国在常规战力上的巨大差距，更无谈中国还有远超俄罗斯的发展速度，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在进行完以上这番分析之后，美军内部开始头疼地认为，一直在常规战力上已经不敢说随随便便击败俄军的美军，又如何在只动用常规战力的前提下去胜券在握的在台湾海峡打败解放军呢？面对此番分析结论和现实情况，美军开始动一些歪脑筋，想一些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办法，来变个花样的去尝试击败解放军。核武器便是得出的最终结果。这里先给大伙放一个结论美军的这个想要跟解放军打核大战，很大概率上不是真的要用核武器。核武器乃是护国之本，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动用。核武器最有效的时候是它被实际发射出去之前保持威慑的时候。作为一个老牌核大国，核讹诈、核威慑的老手，美国是很清楚这些的。美军之所以敢如此轻率的大谈核武，公然宣称要在台海开战之前摧毁中国的战略核反击能力，很大程度上还是变相的核讹诈，其目的在于利用核大战的后果和核威慑力来使中国在武统台湾的问题上投鼠忌器，不敢出兵。有关于美国在这方面的动机，其实之前就已经被某位嘴大的美国议员自己抖出来了，也就是美国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稍早前一些的时候，在演讲时他曾发布了一篇非常值得分析的言论。这位美国议员表示，如果大陆开始武力收复台湾，那么毫无疑问会获胜，而中国统一后，美国迫于现实情况和国际环境，将不得不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硬脱钩。如此一来，先遭不住的肯定是美国自己，包括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供应链短缺、就业机会下降等等，这将使得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与此同时的中国则会国际声望大涨，全球影响力空前提高。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美好时光一去不返，好日子不在，新的世界格局将会就此形成。这就是这位美国议员的观点。而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考虑到美军现在在常规战力上已经打不赢解放军，一旦解放军越过海峡开始收复台湾，几乎就等同于美国输的现实问题。对美国人来说，最好的选择似乎就只剩下了如何才能让大陆不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这个问题本来很好解决，中国也不是好战国家，以后也不会是，美国只需要以互相平等的姿态坐下来和中国好好谈，
不再怂恿支持台独势力即可，但这偏偏是美国做不到的事情。反华之风在美国政坛大行其道，美国的霸权必须要维持。这样的美国，你指望他能坐下来和和气气跟你好好谈，显然不现实。于是乎，就有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以文官领军的美国政客策划由美军来具体实施的叫嚣使用核武器、核大战的方式，以试图让大陆不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的闹剧就这么出炉了。美国人的核心一个字儿：拖。拖到美国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制裁、包围封锁、围堵打压等非武力手段，一点点把中国踢出美国供应链，以对美国有利的形式完成单方面软脱钩，把美国国内的冲击降到最低可被接受后，这时候解放军再去武力收复台湾，对美国人来说就可被接受了啊，至少没有硬脱钩那么难受了。自负的美国人认为，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软硬兼施、全方位封锁的手段，在后武统时代击败中国啊，如同当年击败苏联那样。简单来说，能用核讹诈把中国唬住，就算赢。只能说美国人想的确实好啊，挺以自我为中心的，认为世间万物都该围着自己转哈，自己说啥就是啥。但现实情况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似乎忘记了，中国如果惧怕核威慑、核讹诈，那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也就不会把美军打成那个惨样子了。总有人低估中国的决心坚定啊，但无一例外都不怎么好。美国人指望用75年前都没成功过的核讹诈，在今天阻止中国统一，显然更不现实。如果美国还不能清楚认识到，那么美国人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经验教训就是，美国人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任何经验教训，而这句话将会被再次应验。